教父克里昂曾说过，花1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这一句话道破了人生的核心真谛。一个人无论男女，如果太过老实，道德感过高，就会被社会的边边角角所设定的框架牢牢束缚，难以挣脱。这类人思维太过直线，满脑子都是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合适，最终在社会的竞争中被边缘化。他们无法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，也无法容忍自己撒一些无伤大雅但对自身有利的笑话。这种人做任何事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违反了某种道德规范，生怕被人看作不够好。而实际上，历史和现实生活中，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往往是能够灵活应变，抓住本质，事事变通的人。曾国藩，清朝的忠臣，以其无与伦比的忠诚和原则性闻名，他的道德和清廉形象在晚清政坛上独树一帜。然而，正是因为这种原则性，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步履维艰。虽然最终功成名就，但他的成功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无奈。与之相比，李鸿章则显得灵活得多。他虽然在清廉方面不如曾国藩，但在复杂的政局中游刃有余，取得了实际的政治成就。历史上有许多人物因为能够迅速看透事物本质而取得了卓越成就。拿破仑·波拿巴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，更是一个敏锐的政治家，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洞察对手的意图，并迅速做出反应。而那些过于拘泥于道德框架的人，尽管忠心耿耿，却往往在权力斗争中被更为灵活的对手所击败。这个事实表明，能够迅速适应并掌握规则的人，往往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并壮大。商界的乔布斯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不仅拥有卓越的产品设计能力，还能精准地洞察市场需求和用户心理，使苹果公司在竞争激烈的科技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。乔布斯的一句名言常被引用：创新就是将不同领域的事物连接起来。这句话正体现了他看透事物本质的能力，甚至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找到联系。在现代职场中也充满了这样的例子。那些在工作中过于拘泥于细节和规矩的人，往往发现自己难以突破瓶颈，无法升职加薪。而那些懂得在规则中灵活应对的人，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机会，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一个经典的职场故事是，一个年轻的经理在公司面临重大项目时，敢于打破常规，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，最终不仅成功完成了项目，还获得了公司高层的赞赏和晋升机会。在人生的极端困境中，人们往往会经历一种心理上的蜕变。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《人类寻找意义》中描述了他在集中营中的经历，那种极致的苦难让他深刻认识到，只有在绝望中找到生活的意义，才能真正战胜苦难。很多从战争中归来的士兵，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难，但正是这些经历，让他们在和平年代更加珍惜生活，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坚韧和勇气。在现代社会，那些能够在巨大压力下依然保持冷静和目标明确的人，往往是最终的赢家。比如，在金融危机期间，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都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不确定性。但那些能够在危机中看到机遇的人，如沃伦·巴菲特，不仅没有被击倒，反而利用危机重组资产，最终获得了更大的成功。其实成年人的世界，你接受不了灰色地带，非黑即白，就相当于提前出局，被社会淘汰。真正高能量的人不仅能接受社会规则，还能创造小规则以适应大规则，自古以来都遵循着弱肉强食的道理。这种适应灰色地带的能力在职场中尤为重要。很多人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规则和规范，这些规则有时并不完全合理或公平。那些能够在这些规则中找到自己的操作空间的人，往往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。比如，很多企业家在创业初期，往往会面对各种法规和市场壁垒，但他们通过灵活应对和创新，成功绕过这些障碍，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。不仅如此，历史上的很多政治家和军事家，
也都是擅长在灰色地带中操作的高手。比如二战期间的丘吉尔，他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，既能够坚定原则，又能在策略上灵活变通，最终带领英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。总之，能够看透事物本质，并在规则中灵活操作，是许多成功人士共同的品质。这不仅需要智慧和胆识，更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。所有从底层爬上来的人都一无所有，只有强烈的往上爬的欲望。你有了强烈的欲望，你就成功了一半，你就敢于打破身上重重的框架，敢于扫除一切障碍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经历重重磨难，最后终于活成了别人的标杆和精神领袖。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，经历了很多次失败，他在高考中多次落榜，创业初期的项目也屡屡受挫，但这些并没有磨灭他的斗志。相反，每一次失败都成为他重新出发的动力。在互联网刚刚兴起时，马云看到了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。尽管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个领域，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不断学习和探索，最终通过阿里巴巴将这一理念变为现实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商业模式。埃隆·马斯克的创业之路同样充满了挑战，他创办的每一个公司都是在极大的风险中起步的。从 PayPal 的早期支付业务，到 SpaceX 的私人航天，再到特斯拉的电动汽车，每一个项目都面临着技术、资金和市场的巨大挑战。然而，马斯克强烈的成功欲望和无畏的冒险精神，使他一次次化险为夷，最终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。草根想要逆袭，没有5至8年的沉淀和迭代是不太可能的。首先，你要拥有干大事的野心和强烈的欲望。第二，你需要不计一切代价地投资自己的成长。你要像狼一样去嗅比你优秀的人，像蚂蟥一样把优秀的精华吸出来，变成自己的营养。对于任何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来说，时间和耐心是必不可少的。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领导者都经历了多年的磨练和积累。李嘉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他在创业初期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。为了掌握商业知识，他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，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吸收别人的经验。他曾经说过，成功的秘密在于专注。正是这种不计代价的努力和学习，使他最终成为亚洲最富有的人之一。第三，你需要把所学的内容去实践，去碰壁，去积累实战经验。你需要每天废寝忘食，魂牵梦绕，如痴如醉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，这样才能趟出一条路来。第四，你需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贵人，你还需要找到和你一起向上爬的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在创业和职业发展中，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，才能真正掌握技能和知识。例如，许多成功的企业家，如比尔、盖茨和史蒂夫·乔布斯，他们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实践，通过实际操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此外，在创业过程中，寻找和珍惜贵人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。例如，谷歌的创始人拉里·佩奇和谢尔盖·布林，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彼此的支持和合作。弱者总是喜欢抱怨命运对自己不公，抱怨父母不能给自己背景支持，总是习惯于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，最后任人宰割，却毫无招架之力。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2个字：依赖。而强者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从不把命运交给任何一个人，而是亲自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做一个能真正掌握全局的人。当主动权在我们手中，没有了依赖，只会让我们的行动力变得更强，让我们得到更大的成长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依赖是一种心理状态，它使人们在面对困难时容易退缩和放弃。那些真正成功的人从不依赖他人，而是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例如，杰夫·贝佐斯在创办亚马逊时，没有依赖任何人的支持，
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，一步步将亚马逊打造成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。他始终坚信，如果你不希望，什么也不会发生。正是这种不依赖他人的心态，使他在事业上不断突破和创新。总的来说，强烈的成功欲望、不懈的努力和对命运的主动掌控，是所有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共同的成功秘诀。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，还需要良好的心态和战略眼光。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之后，你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倘若一个人没有落在深渊里煎熬，没有陷在极致的苦难里炼狱，他就感受不到人性的狠辣与阴险，就感受不到人性的卑鄙与龌龊。在那种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艰难日子里，在那种独自经历着绝望、受伤、无助、心碎的时光，在那种身子宛若悬在半空中一直往下沉没有尽头的岁月中，眼泪只能偷偷的流，情绪也只能悄悄的化。处在这种艰难的困境中，那种说了别人也没法理解，讲了别人也没感触的境地，只得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强忍着，硬撑着，毒舔着伤口，熬过寒冬。强不强大不好说，反正就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一个人活成了万马千军。很多人在经历极端困境时，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孤独和无助。例如，在企业面临破产时，很多创业者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和孤立无援。但正是这些困境，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和力量。史蒂夫·乔布斯在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苹果解雇后，经历了一段非常低迷的时期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重新出发，创办了 Next 和皮克斯，最终重返苹果，并带领公司走向新的辉煌。可以讲，这种毁灭性的打击，一般人还真的扛不住，能死扛过来的，也就差不多练就了一种黑色的生命力。这种力量锐不可挡，它里面藏着的可是一个刀枪不入、强大凶猛的灵魂。这种黑色的生命力在很多成功人士身上都有体现。例如，埃隆·马斯克在创办 SpaceX 时，经历了多次火箭发射失败，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。但他从未放弃，最终成功发射了猎鹰9号火箭，实现了他进军太空的梦想。普通家庭出身的人，千万不要太着急，要沉住气，有机会的时候就主动出击，没机会的时候就韬光养晦。绝大多数人一般到了30岁，事业才会出现起色。沃伦·巴菲特在投资中也是如此，他总是选择那些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，而不是追求短期的高收益。他强调，投资就像滚雪球，最重要的是找到湿雪和长长的山坡。遇到烂人别计较，遇到破事别纠缠。比起能力、财富、地位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格局。格局决定你能走多远。要记住，赚钱、成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前期必须不断深耕积累，后期你才能爆发惊天力量。很多人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，往往会遇到各种烂人和破事。比如，在职场中可能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和职场政治，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前进的障碍。相反，我们应该注重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，培养长远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。例如，马云在创业初期也遇到了很多质疑和挑战，但他始终保持乐观和坚定，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，带领阿里巴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。平时就该如临大事，没有平时吃喝玩乐睡觉，临时能勤勉刻苦、自律、聪明上进的人，没有平时情绪说爆就爆、善变难控制，临时能沉心静气、举止得体的人，没有平时懒惰娇惯，临时能吃苦耐劳的人，没有平时衣食住行享受优越，临时能容忍落魄、安于穷困的，没有平时混日子，临时能发挥一身本事的人，没有平时不拼命赚钱，临时能拿钱出来救人、解决麻烦的人。例如，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，平时的自律和勤勉是成大事的基础。他在战争年代能够沉着应对各种突发情况，正是因为平时的严格训练和不断学习。同样，现代企业中很多成功的 CEO 如苹果的蒂姆·库克，以严格的作息和高度自律著称。
这些习惯让他们在面对公司危机时能够冷静决策，带领团队走出困境。你平时什么样子，在遇到事情时就是什么样子。更多的是你平时什么样子，大事临头心有动摇，连平时状态都不能发挥。所以平时就该如临大事，如临大敌，谨慎地修炼拿手本领，培养好习惯。只可稍加松懈，不精神紧绷，不能拿平时当借口，彻底松懈，养一身臭毛病。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勤勉刻苦，自律上进，吃苦耐劳，追求财富，也安于穷困，不因一时的落魄纠结于细枝末节，影响破局跳出困境的深思。在意识里永远不要排斥金钱和资本，说出来的话也不要排斥金钱和资本。你排斥金钱和资本，就站在了金钱和资本的对立面，金钱和资本的对立面就是贫穷。要敢于想赚钱，敢于说赚钱，敢于想赚大钱，敢于说要赚大钱。例如李嘉诚从一个普通的劳工到成为亚洲首富，他始终强调金钱的力量和重要性。他认为只有正视金钱，才能有效地管理和运用金钱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。同样，很多成功的创业者在初期都有着明确的赚钱目标，他们不回避谈论金钱，反而积极学习和了解资本运作，这使得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吸引投资和资源。赚很多钱就能让自己、让家人、让朋友生活得好一些，健康一些，受人尊敬一些，让后代聪明一些。赚的钱再多一些，还能让跟我们没有太大关联的陌生人也能生活得好一些。对耻于谈钱的人，不好意思谈钱的人，对看轻钱的人，对仇富的人，对恶意揣测富人、骂富人的人，甚至养不起自己和家人的人都隔离掉，不跟他们抬杠，也不教育他们。我们只选跟自己同频的人交往，只跟赚钱能力强的人交往。很多人在谈钱时，往往会有一种羞耻感或不适感，觉得谈钱俗气或不体面。但事实上，金钱是实现个人理想和目标的重要工具。例如，华人首富李嘉诚就从不回避谈论金钱。他认为金钱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，还可以通过慈善事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样，很多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也通过吸引投资和管理资金，成功实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。人很矛盾，一面骂东西怎么那么贵，怎么不去抢，我穷怕了，我买不起，割韭菜的吧，一面又说再有钱身体坏了有什么用。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，能赚大钱的有几个？还不是靠他爸、他老丈人、他老婆运气。他那钱干净吗？建议查一查，好像他有大智慧，很清高的样子。在他眼里，富人、赚钱多的人就是有黑料，就是来路不正，就该被查。但凡有点便宜可占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无利不往，无利不起早，贪心的面孔全露了出来。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很多人身上都存在。一方面，人们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好的生活质量；另一方面，又常常对富人和成功者充满嫉妒和质疑。这种心态的根源在于对金钱的误解和对成功的片面理解。例如，很多人认为成功只靠运气或背景，而忽视了成功者背后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。其实，很多富人和成功者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磨难，他们的成功是努力和智慧的结晶，而不是简单的运气或背景。接下来分享助你改运的9大关键。1、凡事往好的方面想，多内观，起心动念，及时地将消极思想转化成积极的信念，心能转境乃大智慧。积极的心态对个人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。例如，心理学家马丁·塞利格曼提出的积极心理学理论，强调通过积极的思维和行为，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。很多成功人士在面对挫折和失败时，都会选择从中寻找积极的因素，转化为前进的动力。例如，托马斯·爱迪生在经历了无数次实验失败后，仍然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，最终发明了电灯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。2、早睡早起，积极正气，好身体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遵守天道，顺应天道。
良好的作息习惯对身体健康和工作效率有着重要影响。很多成功人士都注重早睡早起，通过规律的作息保持充沛的精力。例如，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·库克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，坚持锻炼身体，并利用早晨的时间处理邮件和制定计划。他认为，早起不仅可以提升工作效率，还能让人拥有更好的心态和状态。此外，研究表明，早睡早起可以提高人的注意力、记忆力和创造力，有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事业成功。3. 远离负能量的人。对一切消耗自己的人和事敬而远之，绝不纠缠。发现这个人不对了，要及时做出断舍离。人生就是隔离的艺术。与积极向上的人交往，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和积极性。反之，与负能量的人相处，容易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所影响，甚至陷入低谷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断舍离，远离那些消耗自己能量的人和事。很多成功人士都强调人际关系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。例如，企业家杰克·韦尔奇在管理通用电气时就非常注重团队建设和员工关系。他认为，一个积极向上的团队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凝聚力。4. 每天告诉自己越来越好。心不换物，物不至，无条件相信自己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会有意想不到的好运降临。自我暗示和积极的自我肯定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自信心和成就感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改变大脑的神经结构，提升人的自我效能感。例如，很多运动员在比赛前都会进行自我暗示，通过不断告诉自己我能行来提升自信心和比赛状态。很多成功人士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也会通过自我暗示来激励自己，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最终取得成功。5. 每天坚持学习，提升自己。学习就是免费的补印，好运来了也要有能力接住。终身学习是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。在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，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和需求。很多成功人士都非常注重学习和自我提升。例如，微软的创始人比尔·盖茨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和学习新的知识。他认为，学习是保持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。此外，学习还可以拓宽人的视野和思维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。6. 日行一善，积累福报。能做到的也可以日行3善。行善不仅可以帮助他人，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成就感。很多成功人士都非常注重慈善和社会责任，他们通过捐赠和志愿服务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例如，沃伦·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共同发起了捐赠誓言，承诺将自己大部分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。他们认为，通过行善可以积累福报，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成就感，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。7. 不说消极的词。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别人就像您的一面镜子，您的负能量终究会反射到自己身上。语言是思想的表达，也是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重要因素。积极的语言可以提升人的情绪和动力，而消极的语言则会消耗人的能量和信心。例如，很多成功的演讲者和领导者都非常注重语言的使用，通过积极的语言来激励自己和他人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积极的语言可以激发人的潜力和创造力，提升个人的成就感和幸福感。因此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使用积极的语言，避免消极的表达。8. 远离免费的东西。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，甚至是一句赞美的话，一旦升起贪念，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。免费的就是最贵的，它消耗的是您的福报。免费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是坑。免费的东西往往隐藏着风险和代价，很多人因为贪图便宜，最终付出了更高的代价。例如，在投资和消费中，很多看似免费的优惠和服务，往往附带着各种条件和限制，最终导致消费者付出更多的金钱和时间。因此，我们在面对免费的诱惑时，要保持警惕，避免被表面的利益所迷惑，做出错误的决策。9. 多接近身边正能量的人，
同频滋养，相互照亮。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对个人成长和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。与正能量的人相处，可以相互激励和支持，提升个人的能量和积极性。例如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和领导者都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建设，通过与积极向上的人交往，提升自己的视野和能力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正能量的人际关系可以提升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，增强个人的应对能力和抗压能力。因此，我们在选择朋友和伙伴时，要尽量选择那些积极向上、充满正能量的人，与他们共同成长和进步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